我还好，小心！我终于等到你了，你干什么？吉太平为什么会突然冲出来刺杀甄嬛？究竟是吉太平与甄嬛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还是吉太平另有图谋？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吉太平为何要刺杀甄嬛。首先咱们来看吉太平拥有刺杀甄嬛的机会，是因为甄嬛受到程翰的告发，说是如意在冷宫中偷偷烧纸诅咒甄嬛。要知道甄嬛最忌讳的就是宫人违禁烧纸，更何况当晚还是中元节，甄嬛特意请了法师进宫祝祷，为的就是思故人解厄运，安定宫闱。如果这个时候如意在烧纸，那么她的举动无疑是冲撞了功德法事。于是甄嬛大怒，决定到冷宫中一看究竟。程翰派人把冷宫的门打开，果然如程翰所言，如意正在烧东西。瞧着熊熊燃烧的火焰，程翰不顾规矩，赶在甄嬛面前对着如意是一通大骂：你们竟然敢偷偷的躲在这儿烧纸钱，冲撞太后的法事，怎么着？是想让宫里沾上你们这个地儿的倒霉劲儿是吗？真是罪该万死！也正是因为程翰的大嗓门，引起了冷宫中其他嫔妃的注意。不管是如意身后渐渐走来的模糊身影，还是吉太平趴在门窗上张望的眼睛，总之围观这场热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瞧着人多了，甄嬛立马摆出自己作为太后的威严，和如意说清违禁烧纸的后果，便让程翰施行。眼瞧着程翰招来的人即将动手时，如意终于开口解释，向甄嬛表明自己烧的并不是纸钱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如意为何还要狡辩呢？难道当我钮祜禄甄嬛是眼瞎吗？甄嬛满心疑惑，使了使眼色，派福家前去翻看如意烧的东西。这一翻还真不是什么纸钱，而是如意为甄嬛祈福的6字真言。妾身今日知道太后在宫中请了大师开坛祝祷，所以亲手抄了6字真言，愿随大师念诵焚化，为太后祝祷，以示孝心。一开始程翰口口声声说如意烧纸诅咒甄嬛，如今这个纸钱不仅变成了6字真言，而且在扎扎龙还没把如意阿玛过世的消息传到宫中的情况下，程翰作为一个下人，他就已经知道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程翰一个人打2份工啊！呸！意味着程翰一边讨着甄嬛的好，一边又要为他人卖命，想借甄嬛的手除掉如意。甄嬛作为上一届宫斗冠军，仔细一想就知道了里边的缘由。于是甄嬛把原本要赐给如意的刑罚给了程翰。太后饶命啊！太后饶命啊！再折腾天都要亮，咱们也回去吧。注意看，吉太平开始出动了。也正是因为甄嬛处罚程翰吸引了众人的注意，所以没有人注意吉太平悄悄绕到了甄嬛身后。于是当甄嬛正要踏出冷宫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吉太平会冲出来刺杀甄嬛。所有人都以为吉太平恨毒了甄嬛，却不知道吉太平刺杀甄嬛这件事儿，实际上也为如意能够顺利走出冷宫铺了路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咱们重点来看，在这场刺杀事件当中，其实吉太平有2次机会能够顺利伤到甄嬛。第一次是吉太平突然冲出来的时候，但凡他话不那么多，他就能伤到毫无防备的甄嬛了。而第2次则是如意挡在甄嬛身前的时候，按照事后所心的话来说，吉太平的刀剑就离如意那么近，但凡他果断一点，如意和甄嬛必定会有人受伤。可是吉太平都没有下手，并且吉太平还在被制服的时候对甄嬛说：刚才要不是他救了你，你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你。吉太平这话分明是在告诉甄嬛，如意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以后你不得找机会捞你救命恩人出去啊！果不其然，因为如意挺身而出，也因为吉太平的话，甄嬛对如意放出了承诺：如意，你好好惜命，留待来日吧。吉太平和如意既没有血缘关系，又不是朋友，那他为什么要暗戳戳的帮如意呢？剧情往前咱们来看，如意进入冷宫当晚，吉太平得知如意是乌拉那拉氏之后的反应。我倒要看看乌拉那拉家的女儿到底能熬多久。
很明显，如意引起了吉太平的注意。于是当索性拿回吃食的时候，如意发现索性只能拿到长了霉点的馒头，而吉太平手中的却是干净的饭菜。如意忍不住询问吉太平里边的缘由，吉太平毫不吝啬地告诉如意，可以拿钱换菜。不用看，想办法弄点银子，马公公自然会给你们弄些新鲜的吃食。此时的吉太平对如意充满期待，他可不想看着如意还没熬到头就饿死了。后来海兰给如意送去了一些凌霄花，吉太平看到如意把凌霄花种在冷宫中，忍不住笑话如意，还真把冷宫当家了。如意笑着回答吉太平：等花开了，我给您送过去。这是冷宫，可不是你在后宫的院子。就算在冷宫，也得活得体面些。注意看，吉太平也笑了，这是他在冷宫中唯一一次真心的笑。或许他被如意的真诚打动了，于是当如意在冷宫中将计就计烧纸时，吉太平误以为如意在烧纸钱，他还是忍不住上前提醒如意别犯了忌讳。你知道，太后那个老妖妇最忌讳的就是这些，一不小心被人当成了诅咒，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可见吉太平是真的为了如意好才提醒他。如果说以前吉太平只是想看看如意能熬多久，那么当吉太平拔刀刺向甄嬛的那一刻起，他已经在为如意铺路了。毕竟事后如意说起此事是这么说的：他行刺太后，反而让咱们救了太后，多了一份出去的指望。可见吉太平刺杀甄嬛这个举动，不仅是了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心愿，而且还为如意顺利走出冷宫助了一波力。